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白宫，大家同意吗？没错，克拉夫特先生，对吗？白宫真是个好地方。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我很感激。我们可能会讨论几个一般性的话题，这是川普肯尼迪中心的一次董事会会议，但是，我们还会谈及一些其他事情，因为媒体在场，媒体总是在场，很不幸，一直都是，而且，我会就中东局势说几句。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会回答。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董事会会议。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这张桌子旁坐着一群非常聪明、有才华的爱国者。我们旨在终结伊朗政权所构成威胁的强大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仍在全面进行。他们已经被彻底摧毁了，空军没了，海军也没了。很多船只都被击沉了。你们知道他们是战舰，但我猜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它们。而且，防空力量被摧毁了，雷达没了，他们的领导人也都没了。除此之外，他们做的还不错。他们已经作恶了47年了。现在我猜世界通过美国，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正在做多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多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自冲突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在伊朗全境打击了超过7000个目标，这些目标大多是商业和军事目标。我们已经把他们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削减了90%，无人机攻击能力削减了95%。现在他们的导弹供应量非常少，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导弹了。我们还袭击了他们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的工厂。这项行动今天仍在进行。今天我们刚刚打击了其中3处，他们现在很难再进行生产。在过去的1周半时间里，100多艘伊朗海军舰艇被击沉或摧毁。这肯定是一个记录。额外的打击每小时都从4面8方持续发起。你们也知道，我们袭击了哈尔克岛，几乎摧毁了岛上的一切，除了石油所在的区域，我称之为管道。我们保留了这些管道。我们本来不想那样做，但我们会的。我们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一切就都结束了。但为了将来有一天重建那个国家，我想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但情况可能不会一直如此。只要一句话，这些管道也会消失。但要重建它们将需要很长时间。我们正在积极拆除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其重建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正在接近于0。我们正在重创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已经摧毁了30多艘布雷舰。据我们所知，我们打击了他们所有的布雷舰。现在，我想他们可以把它们放在其他类型的船上，然后投放。但我们不知道是否已经有任何水雷被投放。我们不确定是否有。如果他们那样做，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面影响。那是一种自杀行为。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投放了任何东西。但我们已经打击并摧毁了他们全部30艘布雷舰，他们现在都沉到海底了。我们强烈鼓励那些经济对海峡依赖程度远超我们的国家。要知道，我们从海峡获得的石油不到1%，而有些国家则多得多。日本是95%，中国是90%。许多欧洲国家也相当多，韩国是35%，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来帮助我们管理海峡。我们已经把它管理得很好。这些国家，我说我们已经处理了伊朗。
但是现在，因为一个恐怖分子就能在水里放点东西，或者发射点什么，或者发射一枚小型导弹，而且因为那是狭窄区域，射程相当近，这也是他们一直把它当作武器的原因之一。伊朗一直把它当作经济武器。但它不会被使用太久。许多国家告诉我，他们正在路上。有些国家对此非常热情，有些则不然。有些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帮助的国家，我们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外部威胁，但他们却没那么热情。而这种热情程度对我来说很重要。在有些国家，我们有45000名士兵，优秀的美军士兵，保护他们免受伤害，我们做得非常出色。我们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扫雷舰吗？他们说，我们宁愿不参与，先生。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们保护了你40年，你却不想参与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因为伊朗剩下的弹药不多了，所以不会有太多交火。但他们说，我们宁愿不参与。我只是想让那些假新闻媒体，还有所有人都记住他们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一直都在大力批评这种保护别国的做法。因为我知道我们会保护他们，但如果哪天我们真的需要帮助，他们是不会出现的。我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很久以前就知道，就像我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一个武器一样，我早就预测到了，我预测了这一切。你们媒体对我还挺慷慨的，说我全都预测到了。我预测过奥萨马本拉登会炸掉世贸中心，我在那件事发生前1年就做出了这个预测。我说你们最好抓住他，他是个坏家伙。我看过他一次采访，我就说，这家伙很危险，你们最好抓住他。正好提前1年，我把它写进了书里，你们可以去查。大概在世贸中心倒塌前1年，克林顿总统其实有过机会抓住他，但他没抓住，很遗憾。我不是在怪他，但他就是没抓住，结果本拉登就把世贸中心炸了。不过这个我也预测到了，我预测了很多事情。我们强烈鼓励那些经济依赖这条海峡输血的其他国家。你们知道，这些国家真的需要这条通道。他们90%、95%的能源或石油都来自海峡。他们应该非常乐意的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有如此巨大的，我们现在石油产量是第一，是其他国家的2倍。我们拼命开采，我们是任何其他国家的2倍，很快就会是任何其他国家的3倍。这还不包括委内瑞拉，它一直都很棒。顺便说一句。我们与委内瑞拉的关系一直都非常棒。数百万，确实是数百万桶石油，正在被开采出来。这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委内瑞拉总统做得非常好，我们和他相处得非常好。但我们已经开采了数百万桶石油，并运到休斯顿和其他地方，运到炼油厂。我们有专门为此设立的炼油厂。这一直是一段很棒的关系。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石油来源。我们正在非常迅速地加大开采力度。大公司正在进入，他们实际上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他们将达到前所未有的产量。那片土地下有很多石油，我们强烈鼓励其他国家与我们合作，并迅速充满热情地参与进来。我从一些国家那里得到了这个承诺，我很想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希望我这样做，因为也许他们不想成为目标，但我说，无论你是否成为目标都无所谓，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只纸老虎。2周前它还不是纸老虎，
现在它是纸老虎。所以现在我们要谈谈原因，我们稍后会回答几个问题。谢谢你，总统先生。我不是 CNN 的，我是每日连线的，但是谢谢你。你说许多国家告诉我，他们正在路上。你能否透露一下是哪些国家？这会带来什么？以及他们何时会抵达？哪些国家吗？是的。我现在还不想说，但我们很快就会宣布的。马可·卢比奥和那些负责此事的人会宣布的。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确实有一些国家非常积极，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已经开始抵达了。你们知道的，抵达需要一些时间，有些情况下，他们得跨越海洋，所以速度不会那么快，但它会很快的。我们也有一些比较近的国家正在参与，但我们会宣布的，我们会给你们一份名单的。有些国家非常积极，有些则不那么积极。我估计有些国家不会参与，我想有1-2个国家不会参与，而我们已经保护了他们大约40年。你知道的，花费了数百亿美元，议长先生。所以我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向你们汇报这件事。我会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那些不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觉得那是北约的一个弱点。我们本该保护他们，但我总是说，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会保护我们。现在这还不算真正的需要。真正的需要是遇到大麻烦的时候。但我要说的是，我们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保护人民。如果我们需要他们的扫雷艇，或者我们需要任何他们可能拥有的设备，因为他们所处的情况，他们应该积极地帮助我们，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帮助他们避免战争。好的，请。非常感谢您，总统先生。请问您是否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谈过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联盟一事？您一直在和法国总统通话吗？啥意思？您一直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谈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联盟吗？是的，我跟他谈过了。如果以0到10的等级来衡量，我会说他表现的有8分，算不上完美。但毕竟是法国嘛，我们不指望他们做到完美。你们有信心法国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吗？我的意思是，当然他会，我想他会帮忙的，我会告诉你们的。我昨天和他谈过了，我没有对他们进行强硬推销，因为我的态度是，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遥遥领先，我们不需要他们。但这很有趣，在某些情况下，我这样做几乎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而是因为我想看看他们会如何反应。因为我多年来一直说，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他们，他们就不会在那里。不是所有国家，但他们不会在那里。我对英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2周前我对英国说，你们为什么不派一些船过来呢？而他真的不想这样做。我说，你们不想做吗？我们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是我们最老的盟友，我们花了很多钱在北约和所有这些事情上保护你们。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保护他们，我们正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他们合作。乌克兰远在数千英里之外，被浩瀚的海洋隔开，我们不必那样做，但我们做了。拜登做的。我的意思是，我必须对你们说实话，这是拜登被狠狠地利用了。但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他们合作了，我们不需要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他们合作。然后他们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扫雷舰？而他们自己不想做。我觉得这很糟糕。我非常惊讶。我告诉他，你知道，我们请求了2艘航空母舰，他们有，但他真的不想做。然后在战争基本结束后，你知道伊朗已经被彻底摧毁了。这时候英国说，我想派航空母舰。我说，战争结束，而且已经取得胜利了，我不需要他们了。我是在战争之前需要。所以我不是生气，我对英国不满意，我想他们会参与的，是的，也许吧，但他们应该积极的参与。我们多年来一直用北约保护这些国家，因为北约就是我们。你们可以问普京，普京害怕我们，他不害怕，他对欧洲根本没有任何恐惧，他害怕美利坚合众国以及我在第1个任期内建立的军队。是的。
总统先生，您提到了中国从中东获取的大量石油，您与习近平主席的对话进展如何？如何让中国配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对那些油轮的安全？是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91%的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保护了那里很多年。我一直很困扰的是，我们有这些国家。日本95%的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我一直很困扰的是，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并不需要他们。在我们开始大量开采石油之前，我们就不需要他们了。那是川普的大量开采石油政策，我们没有怎么用他们。我们以前是需要10%，现在几乎是0了。我们不需要，你知道的，我们不需要石油。我们自己有所有需要的石油，这是我们拥有的巨大资产之一。在石油生产方面，我们拥有比任何其他国家多1倍甚至多2倍的产量，我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2倍以上，所以我们不需要它。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几乎可以说我们是出于习惯才做的，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做了，因为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好盟友。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很棒的中东国家，以色列也在那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让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做了，我们从未要求回报，而且这实际上是为了服务其他国家，而不是我们。顺便说一句，我们有糖王，同样的故事，看看那个阿尔菲范胡尔，阿尔菲。非常感谢你们2位。那是佩佩，是的，佩佩。你好，佩佩，你好吗？阿尔菲在后台吗？他坐在后面等你吗？不，你还好吗？非常好，谢谢你。佩佩是我们所有人的好朋友，我想在这个房间里，非常棒。我们感谢你来到这里，非常高兴有你，谢谢你，你们2位都很棒，非常感谢。那么请继续。谢谢您，总统先生。您说过，伊朗确实想达成一项协议。现在进入这次轰炸行动的第3周，这项协议会是什么样子？您对伊朗政府提出了哪些要求？他们想达成协议，他们正在和我们的人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对你们这么说，也许说了，也许没说。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多年来都基于虚假信息的国家，我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一点。现在他们正在使用虚假信息加上人工智能，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他们在过去的2周里展示了各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包括他们不存在的神风特工队船只，以及声称炸毁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船只之一——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说它着火了，他们展示了它着火的画面。我打电话给将军，我说，将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怎么了？它看起来像是被烧毁了。不，它没有被烧毁。先生，它甚至没有中翼枪。伊朗很清楚。我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以及他们用它做了什么。他们展示了特拉维夫的建筑物被烧毁，高层建筑着火。他们展示了卡塔尔的建筑物。他们展示了沙特阿拉伯的建筑物着火，而他们并没有着火，他们没有被击中。那都是人工智能，基于人工智能的，太糟糕了。那是他们唯一，我认为那是他们唯一擅长的事情。他们正在谈判，我们总是会谈。当你知道有人说，你会谈吗？你为什么要和他们谈？我总是和所有人谈，因为有时会从中产生好的结果，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准备好了，他们正在遭受重创，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准备好了，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听着，他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死了。据我们所知，他们都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和谁打交道。我们消灭了第1批人，然后第2批人开会，88人开会，选出领导人，因为第1批人都死了，然后第2批人也被消灭了。他们都死了，然后第3批人开会了。我想他们开会时会有点紧张，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紧张，也许他们不紧张，也许他们疯了。如果他们不紧张，那他们就是疯了。但是我们和下一批人见了面，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是谁。我们有人想谈判，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些谈判对象是谁。是的，请彼得。
谢谢川普总统。你的顾问们对阿亚图拉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有什么看法？不只是他们，还有你们大家。我的意思是，很多人都说他严重毁容了。他们说他失去了一条腿，而且他伤得很重。还有些人说他已经死了，没有人说他100%健康，而且他还没有发表过讲话。因为阿亚图拉过去会坐在一个类似宝座的东西上，从那里散布仇恨，虽然不如真正的宝座那么好，我更喜欢英国的宝座，但那是一把华丽的椅子，但他会从他的椅子上散布仇恨，但你经常能看到他，对吧？这个人我们根本没见过，所以这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彼得，我们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没有人。我要说的是，没有人见过他，这很不寻常。另外，既然您已经宣布美国摧毁了伊朗所有的布雷舰，为什么美国不能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我们可以，但这需要双方配合。我们得让人们开着他们价值10亿美元的船开过去。如果当佩佩的那些大型运糖船过来，他们价值10亿美元，我们说，佩佩，现在我想应该没问题了，开你的船，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吧。他可能会说，让我再等一会儿，因为这需要船主和其他相关人员的配合。你知道这些船非常昂贵，他们可能价值高达20亿美元，所以他们不想冒这个险。他们不会说，哎呀，我想我们大概会没事的。他们必须确切知道。所以他们不必设置，你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布设了任何水雷，但他们可能布设了水雷的这种想法，就足以让人们说，我们不愿意。现在我们正在猛烈打击那个区域，那片海岸，你知道的，海峡左侧，我们正在猛烈打击它，是真的非常猛烈的打击。而且，再说一次，他们可能没有布设水雷，我们击中了他们所有的布雷舰，他们称之为布雷船，对吧？那些船，他们是相当精密的船只，每一艘都已经被摧毁了，但只要有一艘就够了。所以这有点不公平。你知道，你赢了一场战争，但他们没有权利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但我们正在非常猛烈地打击他们。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正在猛烈打击一个与海峡密切相关的特定区域，而且我认为我们很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我们还有其他国家加入进来，你需要有人来观察，有人来看，我们有其他国家加入进来。好的，请说。谢谢你，总统先生。如果美国正在努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以造福中国等其他国家，而我们的盟友尚未达到你的标准，那么美国是否又回到了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听着，美国不应该过多卷进去，他们可以在某种基础上参与，他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我一直说，我说过，如果你回想几年前，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被补偿？你们知道，这些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时不被补偿？为什么不被补偿？我说了很多年了。你们可以去查或者回去看，他们昨天还报道了这个。我一直在说很多关于海峡的事。首先，我说过这是伊朗唯一的优势，但这是自杀式的优势，因为他们伤害自己比伤害世界其他地方更多，而且我们有办法应对。随着时间推移，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做，但我想我们会很快把局面理顺。我想我们会得到一些很好的帮助。同时，我也觉得我们会对一些国家感到失望。我会让你们知道那些国家是哪些的。你的一个顾问大卫·萨克斯上周说，美国应该宣布胜利，然后退出伊朗战争。他还警告说，如果冲突升级，以色列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他有没有和您分享过这个评估？不，以色列不会那么做，以色列绝不会那么做的。是的，有一种理论是，你把他们彻底击垮，然后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他们需要10年才能重建，而且重建的规模远不及他们现在拥有。我想，那只是一种理论，但我们希望结束这一切，这样下一任总统就不必。你看，
47年来，没有一位总统愿意做我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早就应该做了，那样会容易得多。没有一位总统想做，但每一位总统都知道。我曾和一位我其实很喜欢的前总统，一位卸任总统谈过，他说：“我真希望我当时做了，我确实希望我当时做了，但他们没有做，而我正在做。”是的，哪位总统？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不想让他难堪，这对他的事业会很不利。尽管他已经没什么事业，那边那位新来的怎么样？谢谢您，先生。总统先生，您提到您不完全确定您正在与谁打交道，不确定伊朗的领导层是谁。在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抗议和空袭之后，您认为那个国家是否仍然存在一个可用的反对派？一种可能成为伊朗领导者的反对派。最大的问题，你们知道，这屋子里有勇敢的人，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发出了警告，我们也收到了警告。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他们也都有。警告说，任何上街抗议的人都会被立即枪杀。这比美国的方式要狠多了。这可不是没人能相信，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手里没枪，而对方有枪，高度精密的机枪 AK-47，还有其他各种枪。他们就是这么对女性的。1年前有25万甚至50万女性在抗议，然后狙击手直接从额头正中射穿他们。他们不需要打太多人。大概10个人倒下，鲜血直流。结果那25万到50万女性就往反方向狂奔，因为他们可以勇敢，但他们不傻，他们手里没枪。而大楼里专门有狙击手等着干这个。一个女人倒下，头部中弹流血。这消息传播得很快，一传播人群就散了。没人能像这些人这样做到这种程度。这些人非常暴力，就在2周前，他们至少杀了3.2万人，而且2天前，他们还真的发了个通知：如果你抗议，如果你上街抗议，你就会被枪杀。所以我不知道。我得说，麦克约翰逊是我认识的唯一有勇气在那种氛围里走出去的人。我不这么觉得。不，我不这么觉得。对。是的。您的顾问有没有说预计目前的汽油价格会持续多久？我不需要顾问来告诉我这些，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英国的首相昨天告诉我，我正在和我的团队开会，以做出决定。我说，你不需要和团队开会，你是首相，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你为什么要和你的团队开会，来决定是否要给我们派一些扫雷舰或者派一些船呢？我说，你不需要和你的团队开会，这里也是一样。我可以告诉你们，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油价会非常非常快的下降，通货膨胀也会下降，其他一切都会下降。但坦率地说，比短期甚至长期油价更重要的是，你不能让过去50年里最暴力、最恶毒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因为中东将会不复存在。毫无疑问，以色列会首先消失，而且在我们采取行动说我们必须把他们清除掉之前，他们肯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不能让伊朗这个真正充满恐怖与强大力量的国家看看发生了什么。在过去的2周里，他们本不应该攻击中东所有这些其他国家，那些导弹本来是用来对付他们的，所以他们袭击了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科威特。没人预料到这一点，我们都震惊了。还有，你们知道，他们反击了。他们本可以屈服的，但想想看，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曾拥有巨大的力量，他们有数千枚导弹，其中大部分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有数千架无人机，他们到处制造无人机和导弹，我们已经摧毁了大部分的那些工厂。我的意思是，现在他们只发射2-3枚导弹，现在你们知道，他们仍然有一些
他们可能还剩下8%，但大部分都已经被消灭。他们被我们和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给摧毁。是的，请说。以色列预计将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攻势，以打击真主党。您是否与以色列领导人讨论过此事？是的。如果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美国是否支持？是的，我确实有了解。我了解的，听着，真主党是个问题，它长期以来都是个问题，不只是现在，而且这涉及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因为前几天晚上，我跟一个父母住在黎巴嫩的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有地位、很富有的人，他的父母就住在黎巴嫩。我当时就说：“真的吗？你们怎么住在黎巴嫩？你的父母住在那里？”他说：“哦，是的，他们就住在那里。这些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那里被轰炸的事实，但他们向我解释说，那其实是黎巴嫩的一个不同区域，那是真主党所在的区域，他们也就习惯了。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人们住在乌克兰，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不会住在乌克兰，但他们确实住在乌克兰。我不知道我是否会那样做，但他们住在乌克兰，他们住在黎巴嫩。真主党是个大问题，他们正在被迅速清除。非常感谢大家，我很感激。